美国加州的大火让大家不可思议，从7号烧到现在已经进入第7天了，还没有灭的意思，太可怕了。被说是魔鬼焚风又来助长，看看这个画面，野火烧了几天，还出现了被说是叫做魔鬼野火的烈红龙卷啊，烈红的漩涡啊，窜到高空去，烧啊烧啊烧，整个山头都烧掉了，整个大台北大1半以上的范围烧掉了，还在往东蔓延，又有一阵狂风袭来，焚风一直吹，还在蔓延，无法控制。目前到现在为止，仍然说大概只有11多一点点的百分比被控制住了。消防部门表示，当地已经有1.2万栋的建筑物被烧掉，你看都满目疮痍，这简直世界末日啊！战争吗？外星人来攻击吗？没有，就是一把火就可以把美国烧成这样了。消防队员还警告了，大火威胁还会持续好几天。都在危急的状态，甚至会有余火，还会复燃。就算已经停下来的地方，还可能再烧，怎么得了啊？死亡人数上升到24人，因为大部分都是撤离的，有相当多的人数先撤离之外，仍然有10几个人是下落不明的。但是像光看看我们主观视角，看看这对母女开车无路可逃的画面，就可以明白当地人的心情会多么的焦虑。他们开啊开啊开，是在公路上哦，母女被崩溃逼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一直在喊救命啊，这个上帝呀、等等的，不要，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往哪里走。因为光是烈烟呐、看不到路，火啊这样继续烧，这个野火威胁还有好多天，接下来可能往更多人口稠密区，包括了圣费南多谷这里蔓延，哇，真的是让这个美国人心惶惶，在加州这里。接下来政治口水也来了，因为光连这也是最富有的富人区，41的最贵豪宅烧到剩下空壳，这个野火在太平洋沿岸不停的吞噬，那没有水到底怎么回事？救灾无力到底怎么回事？加州的灾民一直在痛批拜登之外，连 FBI 不是这个相关的单位先撤离了嘛，还要启动调查，例如像这个消防飞机的这个飞机飞过火场上要撒粉红色的阻燃剂啊，从空中想办法阻止火势蔓延啊，居然也被其他一台不明的小型无人机撞到，破了个大洞，害人家没有办法进行任务，被迫停飞。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没有水？水库的水，那水管里面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我们的税金到哪里去了？那当然，这个消防栓有各种原因，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各种原因啦。有说因为火灾关系，有些私人住户就把自己的水开起来，草坪的水龙头都打开，以至于水压不够啊，或者是直接停电造成的。消防栓没有水，洛杉矶消防局长回应说需要水，要问水电局啦，不是问我哇，那就怎么办呢？这种说法说因为我们不供应水啊，所以要问水电局啊，请问大家民众可以接受吗？当然不行，所以民怨沸腾。美国华尔街日报说，目前造成了500亿美元的损失，大火过了之后，不少人发现自己的损失，一回到家，连媒体记者都一样，不是吗？到现场发现我的家也没了，所以各种的房屋投保的保险公司各种的投保可能是没得赔的情况之下，哇，那真的是雪上加霜。所以，川普快要上任了，20号就在这之前。大火迎接他痛批呀！请问这些加州官员的无能到底有什么问题？他在社群不断的发文，一直的痛批，没有办法扑灭火势，他们到底干什么？是我们国家历史最重大的灾难。州长纽森就回应啦，他说：“你在攻我吗？那邀请你啦，邀请你来观察、来参观我们的废墟哦。我们认为错误跟虚假讯息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一直说川普是虚假讯息吗？他如果来看看这些废墟，就要感谢这些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救灾的英勇消防队员、急救人员，不要只是会骂而已。但问题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华盛顿邮报》说，洛杉矶火山让领导人在2条战线上奋战，一部分是自然。一部分是政治，可是现在看起来政治口水更大一些，所以墨西哥、加拿大都驰援，包括了派消防队还有各种的设备，像刚刚那个飞机来帮忙灭火啦。那加拿大也说，加拿大跟美国不只是触兵啦，不只是邻居啦，还是朋友，尤其是艰困的时刻，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现在川普不是要对墨西哥跟加拿大出手吗？现在这个时候你们美国失火还要靠我们来救。亮哥，看看这场不可思议的无名大火。因为
加州是几乎每年都有森林火灾嘛，旧金山附近也发生过，对不对？那你怎么会给人家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准备啦？比如说那个洛杉矶的市长，他是1月4号出国啊，去参加加纳总统的就职，一去就去4天。虽然有提早回来，不是吗？火灾1月7号发生的嘛，那他去之前1月4号之前，就那个风就已经形成了。很多人就说风已经形成，那我们已经3、4个月没有降雨，所以这个只要有人点个火，就烧起来了。我现在还讲是不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人为还是天然的，可是就是有个火星就烧起来了，他还是坚持要出国。而且后来大家去看，才发现那个 Palisade 那边有个水坝，叫太平洋 Palisade 嘛，Pacific Palisade， 空的，而且已经干涸了7个月，一滴水都没有。那州长也不认为有问题，洛杉矶市长也不认为有问题啊。那当然还有一些是体制性的啦，比如说那个加州的电力公司。还有水利建设，很多都是民间的嘛，所以你政府进来在规划或者是供应啊，你之前是用什么规则在做规划？比如说，我就听到一种说法，说那个电力公司为了要避免火灾，所以它断电，那断电之后就造成抽水的困难，所以很多消防栓就没有水啊，因为水要抽的时候发现没电。就是那这个到底是怎么调配的？我真的不知道了啊。那这个消防局更直接了，洛杉矶的消防局啊，他在去年10月有一个针对消防设备的每年固定的安检，他突然取消，结果他今年刚好没有安检，那不然总要测一下消防栓有没有水吧，等啊，他取消啊，然后他就说我们要省一点钱。来救助非法移民跟中下阶层啊 ，OK， 所以左的意识形态就进来了啊，因为这个对川普来讲，这个钱就是一定要花的啊。那还有比如说这个就是牵涉到川普快要卸任的时候，2020年，他跟加州州长打过一个官司嘛，他有一个北水，他要让那个水能够share出来给农民使用。结果那个加州州长坚持环保问题，说那个水如果被引流了，往南的方向，有2种鱼会濒危了结果那个鱼可以活下来了，可是那个水就流到太平洋去了那个水也蛮大的大概有200万吨就是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还包括饱受诟病的啦。就是消防局从去年10月开始，大力鼓吹多元性别的人事招募了。那消防局的局长是同性恋女同，然后副局长也是那2个人听说因为这样汰换掉一些男的资深的消防员，然后换上多元性别了。可是这个量有多大？坦白讲我不知道那可是就是连这个都被川普拿出来骂，因为他本来就要在军队做这个改革嘛，所以这2个议题就被他连在一起了而且听说那个并没有经过消防的专业考试，他就先补那个多元性别的 quota 了，所以引起了非常多的批评有很多人甚至认为那个洛杉矶市长有罪了，所以以后要去搞他了。所以等灾情结束之后，我认为那个政治究责一定会一波接一波，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灾情会结束，这是重点啊。那赖老师，我们在看到川普现在要就职之前，我们看到好多人去捐钱嘛，企业家嘛，大笔的捐的时候，就职典礼想必本来应该是很奢华的。那这一刻面对这么大，等于是国难级的灾情的时候，川普现在只是骂，只是批评，那也会面对非常大的挑战。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加州州长说你来啊，那他也不敢去嘛，因为加州州长就说你来，你既然有这么多意见，你来指挥看看用什么方法来救这个灾那对于川普来讲，他就闭嘴了，因为他也很清楚知道，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去了，那我们要问就是说你有多少本事？
因为这个牵涉到就是你的政府效能的问题。政府效能，也就是说，火灾我们都知道，火灾跟水灾不一样，水灾有时候流过来，然后没有了啊，有消退的一天。可是火灾是你不在第一时间内把它控制住，它一直蔓延下来，就是我们讲的野火燎原嘛，就这样子，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整个就烧起来了，然后它会一直烧。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停下来的话，只要任何可燃物，它就一直烧下去了。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所有的消防人员，其实他们的专业都告诉大家说，预防是最重要，发现的早，在第一时间扑灭很重要。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要知道说天候干燥跟哪些很有可能就会爆发出来，然后就哪些地方要保持更高度的警戒。其实消防人员专业的他们都知道，可是他需要经费，需要人力，需要设备，需要无人机，需要系统。然后他们这次洛杉矶他们的水电局的局长他们自己也承认，他说这个400多万人的这个大城市，因为它紧邻的就是灌木群嘛，是紧贴着灌木群发展起来的这个大城市，他们就说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只涉及到考虑每一个家里面的消防设施，而不是整个环境跟社区的这个消防设施，所以它的水的供应的整个设计量本来就不足了。然后在2018年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2018年已经是发生了是史无前例的大火，而当时的这些检查跟事后的检讨报告出来的时候都指向这一部分，可是没有看到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给予加州联邦的预算的资源，也没看到加州新上任的州长纽森在这一个大火，因为当时他不是州长，他是刚刚当选的候选州长，那所以这个大火的责任不在他。可是问题是也没看他在2018年到现在2024年有对于很有可能预防的这些大火来做一些大的投资建设，也没有。那洛杉矶市长也不用说，也都没有。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政府的效能低，掉以轻心，然后呢，军队也没有在这个能量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那你从这个角度，你就会看到说，怎么会有天地之差好像大陆在救灾这个部分里面，那是上下一心，马上就启动了，把资源都调度进来，人力啦各方面能够用的都用上去了。那怎么在美国好像不关我的事？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些灾民，就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然后这样的一种无奈，这种无辜，然后这种已经几乎是没有办法，然后就看到伤亡的人数一直在浮现出来，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好像都束手无策，然后政客就喷口水，不停的喷口水。我觉得目前美国的这一次的惨痛的经验教训，能不能给后面的，也就是说，好，你川普嘛，你上来之后，如果这个大火给你扑灭了，你能不能真正的就解决美国加州大火每一年烧的这个问题？你要痛下决心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在考验你川普你本身的态度，也在考验你加州州长，你对于这次的经验教训还惨不惨痛？你要不要改进？是，舰长，当然这次也是考验了美国整个国力的问题。如果连基础的防灾救灾都出现了很大的漏洞的时候，这整个国力当然也是会被怀疑啦。这个是第二个我要讨论的。第一个我特别要讲我这一次看到这个他们发生这么大的天灾了，不管是不是天灾或人祸，总之这是对人民是一个很大的灾难。你有没有发现，川普出来就在不停的骂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示范。在这个灾难的时刻，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出力，共同来救灾。至于救责后面谁该负什么责任，那是救责。但在这个时候，你看骂纽约那个加州州长纽森怎么样是白痴什么什么，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只是在破坏所有人的这些士气而已。这个时候要团结，大家一起来做。如果我是川普的话，我立刻把我所有这些企业捐给我的这些就职费用90%捐出去给加州的消防队。全国人民一定会说有钱还来不及，这个烧的地方大家不缺钱，后面我们也要做好，是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就要说到他这个，其实我也在很好奇，我相信所有人都很好奇，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个火灾像加州的野火不是一个意外
我查了一下加州消防局统计的资料，它每一年野火发生的次数是7000次到10000次，每一年野火这么多，这中间超过100亩的，它叫做严重的野火，每一年大概有数百次。他很有经验，那你这防火应该是投入很大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状况呢？那我真的是好好去研究了一下，除了说它的材质啦、建材啦、树木啦、气候啦什么等等，有以下这3个理由，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刚刚亮哥说的，因为加州的电力公司那个装备很老旧，它啪产生一个火花，所以一有火灾，它第一个动作全关掉。第二个，他说因为它的监视系统好，所有小火它很快就熄掉了，所以它累积了很多的一层一层上去的，会造成大火的这个资源。还有第3个呢，就是它社区过度开发，因为加州那里的温度很好，富人很多，应该我们不要这个建到森林里面，可是那些富人他就喜欢隐蔽，结果他就占了这个森林，就一烧起来不可收拾。刚刚我说这3个原因是我在研究之前我想都没想到的，这是为什么它这个大火很难去控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发生这样的大火，就人道上应该没有人可以幸灾乐祸，但是仍然有所谓的亲者痛，仇者快。像仇敌伊朗的媒体就说这个是上帝的报复，对美国领导人的报复，过去的倒行逆施如何如何。伊朗呢，就对于川普回归加以备战之外，也会酸个几句。军方也以军演行动说明新型的无人机飞弹公布革命卫队指挥军全新地下的导弹域的这个设施，看起来在巡视，然后也强调自己的军容威武。那各种的存放液体的燃料导弹报道说这代表着伊朗战略防御基础设施取得了重大进展，甚至伊朗还急着卖在中国大陆储存的石油，为了要有经费起来呢，干嘛做武装组织盟友吗？也是为了川普上来要备战。而拜登急着卸任之前要做的事情，也包括了以巴的冲突，因为之前承诺很久嘛，他不是也是认为说公开讲如果是我继续选下去的话，才不会输呢。问题是就是输啦，民主党。所以现在说跟纳坦雅胡的通话，拜登就希望赶快结束这个战争。加沙走廊的停火协议谈判进度如何？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说，谈判各方非常接近，到底多接近？达成协议也剩没几天了啦。川普说，他上任的话要看到什么？还要看到人质走下飞机跑道。他们希望人质以某种形式的协议能够回来，因为川普总统是认真的。他强调，我是川普总统，我认真的，你要认真看待，不要再跟我玩游戏嘛。但问题是，川普的中东特使呢会晤了以色列总理，有没有办法促成？这是外界在观察的。一方面，拜登也施压，川普以自己的角色也加以参与。昨天说参与的会晤纳坦雅胡有没有办法真的促成访问卡达之后产生了各种的和平协议呢？加沙走廊有没有和平的一天？这大家可以来继续观察。但是对于加沙走廊的各种的援助，其实现在在美国人的心情里是有个落差了。为什么呢？美国给以色列各种的补助，那让在当地的烽火连天、死伤无数，甚至很多人流离失所的画面，现在出现在美国。但是这是他们补助花了多少钱，给了以色列的钱，现在却对比起来，消防队员在洛杉矶却有1800万美元被删减预算，这样对比起来，一样都是烈焰冲天、人间炼狱。但一个是给的钱，把美国人的钱送到以色列去，跟削减美国人自己内部的钱，那当然心里会不平衡啊！难道宁可去支持以色列的战争，却不愿意支持国内在基本的消防的安全的设施吗？尤其是加州的野火，让美国优先这个事项的错位，各种的分析报道都这样认为，叫做到底什么时候、什么事才是美国优先呢？难道是以色列战争吗？难道是乌克兰吗？为什么不是美国国内的
家园，大家安全呢？所以这个优先顺序是什么？国内是不是被忽视了，反而去援助以色列？所以呢，各种的形容词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发酵了。因为以色列大使馆发了一篇文章啊，因为火山啊继续火啦，山火啦哈，继续影响社区，一直烧下去，所以他要努力的说，希望也能够尽一份心力，要送急救人员啊、消防人员到美国去，但是却被婉谢了。网友很多的爆炸的言论，就是用you burn 的你烧伤了什么来当那个发语词。为什么你在干嘛呢？美国给了你数十亿，然后认为是盟友，那现在你再回来要怎么帮助我们呢？以这个副消防队长说的说法，就是说派遣这个支队来帮忙所谓做的灭火啦，被拒绝啊，因为他们心里觉得情何以堪啊！我这么多的经费，如果不是给你去战争呢，去加沙烧杀掳掠呢，也许在美国预算上好好的运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这个当然不是绝对，但却是美国民众的一些具体的心情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到底中东的参与跟国内的政局，谁才该优先？亮哥，这个议题连结可以有很多方向啊。事实上，第一时间人家不会连结到以色列了，那距离太远了，那你怎么不去连接乌克兰？乌克兰美国给的钱更大，累计到现在大概1700亿美元。第一时间是连接到非法移民啊，说加州为了要去照顾非法移民啊，所以钱不得不删啊。那接下来又连接到中低阶层啊，反正我跟你讲，就是要骂你什么议题都可以连接。那只是现在它连接到以色列，连接到这个中东的战争啊，那因为加沙也是被烧得一塌糊涂，因为有人就做对比图啦。我跟你讲，最近假新闻啊，还有哭手图一大堆啦，就是以色列炸加沙之前跟之后的对比图，那还有马利布被烧之前跟烧后的对比图，这样啊。然后当然那个穆斯林就说这叫天谴报复，就这样嘛，神圣愤怒的就是现在各种政治口水一大堆啦，美国那种。无助于事啊，无助于救灾啦。说实在啊，这个坦白说了，这个加沙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你这样骂，毫无结果，毫无效果了。以色列也没有要从加沙撤军啊，而且以色列现在正在搞领土扩张运动，正准备到黎南、到叙利亚南方，还有加沙地区，准备把屯垦者送进去。川普也是啊，是啊，也在领土扩大行动。川普也支持以色列啊，他自己也在扩大。所以我说讲这个都没用啦。说实在，就是真的还是要回归美国自己啦。而且我跟你讲，加州不需要别人给你钱啊，加州的 GDP 是3.6兆美元呢。你如果放在世界来比，它是第5大经济体啊，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下来就加州了，你有3.6兆，重伤。不，你有3.6兆美元，你怎么会没钱？只是你要用在哪里而已啊，对不对？没错。那这个洛杉矶是美国最富的城市啊。说实在，就是洛杉矶这里面还有一堆是我们台湾的钱。华人最多了啊。对啊，我们台湾人是让我跟你讲个大白话，1970年代。那个退出联合国，还有1970年末跟美国断交，你知道从台湾跑去洛杉矶的钱有多少吗？我跟你讲，累积到今天超过1000亿美元，哇！光是台湾的钱，你再去想想日本、韩国的钱吧。所以我跟你讲，洛杉矶怎么会没钱？重点是怎么用的问题嘛。所以我说这个扯以色列真的扯太远了。加州、洛杉矶，你自己要负责任了。问题是以色列想派消防队员来帮助啊，就被拒绝了呀。不适合哦，因为当大家看到这个加州被这个大火吞噬的这整个社区成为废墟的这个画面啊，很多人就把它跟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屠杀，那么形成的这个画面，把它放在一起了。那放在一起以后，就会产生联想，也就是说，你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拜登，你们一直给钱。让以色列这样子一直去杀人、去炸，把整个加沙地区啊，这个台北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啊，炸成一片废墟。那现在你看加州遭受到这个大火，
被整个大火吞噬以后，也是像战争一样成为一片废墟。那很多人把它连结以后，那有人就认为说这是一个上帝的怒火，或者是神的怒火啊，有人这样连结，有人就会把它连结成为说，你看你美国政府，你给以色列这么多的钱，你宁可给他钱去杀人，去把人家的城市毁掉，你却不愿意把这个钱给这个加州来去建立一个更庞大的消防的队伍。不但你不给钱去让他建立这个庞大的消防队伍，你还把他再拿走了1800万。那你这样的一个情形，今天责任就是你要负啊。所以各种连结，网络上的各种意见、各种声音都这样子冒出来。这个时候，如果以色列再跑来救火，而且第一个，你要带什么来救火？你带人，可是你水没有啊，你要再跑去找水，所以这些已经是无助于事的情形下，蛮远是真的啦。对，无助于事的情形下，他们当然就会更加的不适当嘛啊，就认为说你来你也帮不了什么，因为这种大火已经不是这种少数的人力所能够解决的，那只是来做个样子，做个样子会让人更火大。那这个时候，更反而会激起彼此之间的矛盾，更掀起大家的仇恨。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拜登他跟这个川普是斗上了而且斗得很凶，因为川普他希望是他上任以后，然后停火了，所以他去接人质回来的时候，那个画面是他来接迎接，对，也就是说，美国的人质被救出来了被哈马斯释放了，然后用专机把他送回机场到军机场去，然后拜登川普他亲自到机场去接这些人质，然后他的家人在那边一起拥抱，然后哭泣喜极而泣，感谢川普，对，感谢川普，这个功劳归他，他变成一个伟大的英雄。这个对拜登来讲的话，怎么可以这个画面是你呢？这画面一定要是我。所以他现在给苏利文、给布林肯他们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要在他就职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把第一批人质送回来，要在机场上，在军用机场，是我拜登去迎接，而不是你特朗普。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老人家斗得已经很凶了啊。这场其实至少有个政策是确定不一样，就是对于中东的战事的干预跟参与的程度，川普必然跟拜登不一样。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一生有所谓的朋友，有所谓的敌人。我跟各位报告，什么样的人可能把你害得很惨，你知道吗？是朋友，不是敌人。因为敌人我根本不信你，跟我讲什么我都不信。可是朋友，我信任你，你叫我做保，你叫我一起合作投资，对，他可能把你害得很惨。川普上来真的要担心的不是川普的敌人，例如伊朗，而是美国的朋友，例如乌克兰，他会很惨。加拿大，对你还能，我问你，美国还能怎么样子去限制这个伊朗嘛？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特别要说就是拜登要下来之前，你知道他的操作一定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和平谈判几乎快成了，可是真的会快成吗？就剩下他们下台就这么几天，不管是谁，苏利文也好，布林肯也好，你来跟我讲话，你还有几天啊？我怎么会相信你讲的话呢？我能坐下来去跟你去讲话，我告诉你都是给你面子。台湾赖政府就说对，全力感谢拜登，他不会去信的。那如果说最后完毕，真的很快就结束了，那当然就看到没有，是我们拜登当初的努力。如果没有成呢？对不起，是你们的。这就是政治的算计，叫做1、2、3不赔，4、5、6通吃，怎么算都是我们拜登政府的这个大有为，这是他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说这个加州的这个经费，像 LA 的1780万被删，大家在批评骂他，你知不知道那是1年的他删的经费？他们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去年是610亿美金，你去除以那个，他可以用3389年。我是乱句居民，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钱来协助我们呢？你为什么要去捐给人家，去叫人家去买武器去杀人？我再说一次，3389年，我们地方政府辛辛苦苦、含辛茹苦的在省钱，你们联邦政府在大把的在国际撒钱，你撒钱去救人也就算了，你撒钱是买武器叫人家去杀人，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然后很多人担心说川普上来会怎么办？我觉得你不必太担心川普，川普随便讲话，他说他当选1天之内结束，结果现在已经
多久了？他说100天，现在已经改口100天了，那都不算话的。还有一个就是24小时变成对啊100天，他现在所有都在放话。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放话如果要落实，他会遭遇到非常非常强烈的打击。好比你去看加拿大现在怎么讲的，当朋友墨西哥最惨新当选的女总统怎么讲的？你把人家都当这个软脚虾柿子啊，随便你这样子去吃啊！你敢来争我，我也能够争你。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亮哥待会儿随后加入我们。首先介绍前张检舰长黄征辉，黄主持人、舰长，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当两岸关系在现在感觉非常的紧张对峙的时候，我们的军力如何？不是说一直要买很多预算一直在增加的国防军备吗？但最本质的军力是从军人开始，却发现国军的人力是大量的严重流失哦，不只是这个服义务替代役的各种的人力，义务役的。各方面的人力流失，连志愿役这个部分呢，本来都是更愿意以比较高的薪水报效国家比较长的更专业的才对。结果现在4年的离营人数也暴增了4倍，从2020年的401人，这个军事官提前退伍，宁可赔钱也不想再干了的。从2024到2024年变成1565人，4年内这样暴增的结果呢？更重要的是，到底人数一直不停下降的结果。下降3%，主要都是降在哪里？战斗部队，就是说，如果真的两岸发生战事的话，最重要是主力的人员可以有足够的应战的能力嘛。但现在主战单位却出现了在逐年不断以这个薪资待遇想要调整的情况之下，就看到比例就知道了，越来越少，减了10个百分比，远低于一般认为作战的最低标准85的时候。那到时候连作战的主力人数都不足，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又如何一天到晚讲抗中，如何从自己的人力上做起呢？那目前国防部说朝向努力的方向想办法去做改善例如把不适服，就是过去不适任要把他汰除的这些军官提前退伍人员可能有经济可能有身体各种状况消失了，像品德可能有问题的，现在说无涉品德不知道了，但总之这些本来已经离营了的人，1年内可以申请再入营，也就是说这些本来不适合从军，请他们离开的，现在为了人不够嘛，全部都可以再请回来，在企业里你可以想象嘛。所以当美国心中接下来还有没有台湾这件事情，从川普时代一定必然的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在看由美国的外交事务这本杂志所指出来的，欧洲对于川普回国是忧心忡忡，抓雷弹。台湾呢，更是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担忧。台湾不要因为川普不要过于太多的期待，不可能指望白宫在无止境的支持了，只会变得更加危险跟不确定。新加坡外交部前常务次长就说了川普对于台湾的态度跟拜登当然截然不同，尤其是会增加台湾的危险跟不确定性。反之，中国大陆，美国在印太做什么？在太空印太这里部署卫星干扰器，让太空电子战直接深入到这个区域吗？卡尔文森号巡弋在先进装备上面展现实力，说包括了借着巡弋任务机会试射舰上的这个破武系统近破武系统验证系统效能那有没有用呢？现在在大陆方面有一个中国前外交官，他的说法说，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态度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说出这样的话，这是第一次。第6代战机最近看到很多的报道说新型的战机出来，那这位会长他就说了美国太平洋司令居然讲不想跟中国开启军备竞赛要跟中国和平相处。他们说这是第一次从美国的将军嘴巴里听到和平相处的话，因为军方过去就是喜欢强硬要战绝不谈和居然这样讲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在军备竞赛上有所忌惮了吗？接下来看的画面是从俄罗斯的视角的军机的视角拍出来的画面，透过画面看一下，这个是俄罗斯的苏凯战机跟 F-35战机飞得真的很近很近，这个是主观视角，一定不可能伸缩镜头的嘛，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近，
甚至这个地方是跟意大利的 F-35A 战机在波罗的海这里的紧张对峙，对峙到后来不得不逼的 F-35决定向左飞离。所以俄罗斯意思在哪里？他不在意美国的所谓的优势的空域吗？那接下来各种的口水战，大家说谁强不知道啦，但是各种的军力展示，不管美中、俄罗斯都一样。中国大陆也发表了最强武器设计软体有多强，他们强调说，哇，这个是叫做耀光，这个软体呢，运算速度、记忆体都跟美国同类的产品效率快15倍。光耀光哦，12分钟可以对新型的相控阵雷达使用的多线段的天线进行辐射模拟分析。看起来这个专业的部分，让我们军事专家来分析。光是使用的记忆体不到1/6的话，那运算更快速，那对应当然也就更快速了。还有动95潜舰，这个是外媒的报道，他说呢，中方潜舰的3D 视觉化图像剖面图，最近一直在网络上有一些流传，被说这个是最新型的动95的核动力攻击潜舰，代表着这种更大的强大的这个军备战力，不管海空都有所新的突破吗？那么对于台湾来讲，我们的军人的快速的流失，连义务役现在最主要的战斗部队的系统都一直在大幅的下降的时候，又该如何因应？亮哥，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考虑到志愿役的待遇啦。坦白讲，你去看那个乌克兰啊，待遇有多高啊？你看那个台湾的兵去1个月是4000多美元，4000多美元是12万我们的志愿役刚进去才3万5，那当然2年内你可能会升到接近5万待遇还是很低啊。所以最近是说调薪啊？不，我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我们也不要比美国了，你比韩国、日本就好了，而且。这个2位都是军人我们的志愿役，我讲白了啦，未来是越来越危险对，你濒临战争的风险是越来越高那你给人家这样的待遇合理吗？那很多人就会想就是我可能去外面多兼个劳动的工作等等，而且未来因为战备任务可能越来越多嘛。你可能休假也会变少所以这个是多重的压力，而且讲白了啦，我们台湾人也都蛮精的啦，他也预算这个工作的危险风险 ，CP 值高不高？我们任何工作都有风险嘛，对，那你这个工作风险又高，然后放假可能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你说待遇又没有多好，又没有自由，有更多限制。那个没有自由是一定的啦，可是就是说。你如果待遇好一点，也许人家认了愿意付出。台积电员工不是一样，对不对？台积电待遇很好可是你可能一天要上几个小时的班，对不对？有的就忍耐嘛，反正先存个第一桶金再说。那我是觉得第一个真的是待遇，因为我坦白讲啦，那个军人联改就是一个问题啦，所以我认为下个会期修真的要把它修回来了。那第二个就是志愿役了，因为那个是现役军人，那个是退休金，这个2个面你都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啦。事实上，当年我们在做军改的时候，连美国都觉得很惊讶，说你们台湾很需要军人你还要给人家砍退休金，你是要干嘛美国人难以理解，你知道吗？美国历史上没有在砍军人的退休金的啦，就是，尤其台湾这种地方，你这么需要军人来保家卫国，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呢？事实上我那时候还在民进党，我就说，军人可不可以只处理18%就好了，其他都不要碰。没有办法，你搞不过0万亿就是这样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你要处理军人的待遇，真的你要把它当作国安问题来想象那一样志愿役的待遇。你要用国安问题来想象你不能够去说我比照哪一个行业，坦白讲，没有一个行业跟军人类似啦，它是唯一的啦而且我们当然希望志愿役能够当越久越好嘛，因为技术会累积才会专业，对不对？才会专业嘛。所以你这个如果没有给人家相当的待遇，我真的怪不得会留不住啦
其实坦白讲，像台湾这样很严重没错，我们的留不住那个比率边线比是非常严重啊，所以我觉得国防部一定要提出方案啊，因为有人在国防部问过顾立雄啊，顾立雄也在那边叹气，叹气有什么用？你要拿出办法、你就要编预算嘛，对不对？那这个会期预算你为什么不编进去呢？对不对？我认为，在野党也不会反对的啦。你如果真的要提高志愿役的待遇啦，结果你看蔡英文在干嘛？要提高义务役的待遇，那简直莫名其妙嘛！你提高义务役有什么意义？义务役很多人来一下，他就当做就是来吃馒头倒数的啦，是选票啊，他就要走了啦。我跟你讲，义务役很多人来就是说，哎呀，倒霉啦，男生嘛，总是要当兵，他就每天都在倒算馒头啦。所以真正重要是志愿役的待遇啦。这个是我的看法。所以因为少子化嘛，所以基本上义务役已经变少了。现在在志愿役，那又那么多人主动宁可赔钱要退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各种的军备竞赛里，台湾准备了什么？首先我特别讲一下，因为我的专长是这些军备的，我先很快讲一下这些军备的。好，今天有一些这上面有一个这个卡尔文森的，就是美国航母的操演，知道那个新闻我也整个仔细看过，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整补的操演。这个在任何军舰、任何船隔段时间都要做一些操演，他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那以前他不会公布，这次他为什么公布？我觉得最近就是因为解放军亮剑太多，他突然觉得好像我们美军都没有事做，我们都没有秀一下，所以他把一个很例行的整补操演给他公布出来，这是第一个。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大陆有一个耀光啊武器设计的，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你任何东西的设计，你不可能实际做一个真的东西，它做出来之后你才发觉哦没有用，它一定有一个模拟的软体测试的，对，像它这相控阵雷达，你做出来那是几十亿的钱，结果发觉不对，所以它一定有一个模拟的软体来先 run。这个软体是用一个超级电脑，可能要跑个几十天的，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哦，看出来可以，他们才会去做。那现在这一次少了这个15%的时间，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第三个，它也有这个洞沟5的这个核潜舰的一个3D 图，这是国外的。那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第一个我怀疑这3D 图是真的假的，这应该是一个想象的画出来的，不太可能说现在这个东西给公布出来。第二个，它整个的这个文章从头到尾介绍的东西，我这看完了之后，我发现什么呢？它就是在介绍一艘潜舰而已，没有所谓的黑科技，也没有特殊之处。中国大陆现在的潜舰有很多的黑科技，都在谣传，没有真正的看到。但是现在呢，这个没有说出任何别的东西，所以它就是一篇很普通。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军人的这个待遇啊。我2000年退伍，到今天哦，我2000年退伍的那个终身俸，我现在就跟各位讲，大概6万5。我现在呢调到大概5万3、5万4，我所有来20多年咯。我再告诉你，我们家都是我在买菜。24年前我买菜，到今天，我给你基本很客观的做一个，大概涨了1倍。也就是说，当初我拿了这么多钱的，现在的价值只增加50%，然后还被砍掉了，砍了大概15%。所以我只剩下35%，就我现在的钱跟我2000年刚退伍的时候，我在拿着这个钱在社会上花的这个效用，真正少了这么多，只有30%。所以必须跑通告啊！是，我这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我可以跑通告。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朋友没有人赚菜钱呐？是，知道军人怎么会有从军的意愿呢？是不是？凄惨。所以心好酸啊！蔡老师，这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军人连义务役大家都想要弃守跑掉了，为什么？那我们舰长他在强调的是读军校的这些在军队服役更长的啊这些军人，这些军人被勒令退伍，或者是被强制退伍，或者是非自愿意性退伍啊，各种的原因，他可能在40、50岁才能够退伍。那他40、50岁其实是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涯中，他还是壮年时期。结果他被规定要退伍了，因为他可能是少将，可能是上校，可能是中校。那我们都有最大的年阶，那你就要退了。退了，他离开军队以后，他拿的那个钱要养一个家，而那个孩子刚好正在读高中或是读大学，可能2个，可能3个孩子，那他的压力非常的巨大。还有父母。
对，还有父母也要供应，对我，觉得好酸哦。那真的他的压力很大其实如此，可是他的专长本身在军队里面学习的专长，在社会间的衔接这个部分会有问题、有困难，而且不见得都能够完全吻合。没错。那这样的情形下，他就面临他的生涯规划的问题了。这是指的是职业的军官或者士官。那士兵呢？他可能因为现在普遍都读大学，那他可能大学毕业才进去军队里面服志愿役，那可能3年，可能5年，所以他22岁进去或者23岁进去，然后到他退伍的时候可能是26岁，也可能29岁。可是他在军队里面，他的专长更不能够衔接到社会上去，他就会有年龄大而进入社会的时候，他的就业的问题，门槛太高，对，然后他的生涯规划就会出问题了。第二个，他在军队里面他有没有成就感，他快不快乐？然后他如果成就感不够，他的能力培养不够强，他对社会的衔接又不够，接着他在看你给我的待遇，跟我在想后面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这个吸引力就消失了，他就离开了。本来他可能有一种荣誉感或者使命感，可是结果他在军队里面磨了1-2年以后，他的这些都被磨光了。磨光以后，他就干脆选择让我赔钱，我认赔了，我认赔杀出，我就离开了。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在军队困扰了几十年，但是一直无解。可是问题就在于，当民进党他们一直要把两岸之间带来战争的时候，那这些志愿役的军队的军官、士官、士兵，他们却是在第一线的，因为他们是志愿役的，所以他们是要理当在第一战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打。对，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我的风险越来越高，我的成就感越来越低，那我为什么要拿这么一点点钱去冒生命的危险？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在军队里面留营率就一直逐年下降。你看您的统计里面告诉我们，2020还有88.57%，可是到了现在2024降到78.6%，一直往下降。这个就是一个民进党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民进党要负完全的责任。一方面把军人的退休俸砍了，二方面他又知道两岸的紧张，三方面他的预算已经增加了很多，可是军人的预算却不在他的增加的范围内，因为他的预算绝大部分去买军品，向美国人买东西，而向美国人买的那些东西很大一部分又没有交货到台湾的军队的手中。你想想看，这个整个荒腔倒板就在民进党的执政的从蔡英文的8年到赖清德现在的第1年，我们看到完全没解决。我们更客观的来讲，蔡英文这8年内乱搞，把烂摊子丢给赖清德，我们也没看到赖清德有要解决收拾的意思。我觉得这2位领导人都要为我们台湾负责任。另外，我个人觉得说，川普啊，您看川普他怎么可能会重视台海的问题、南海的问题？川普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他国内的问题，加州的大火要不要解决？一上任马上要解决。移民的问题要不要解决？要解决。通货膨胀、经济的问题要不要解决？要解决。外交上一定是优先解决俄乌的问题、中东的问题。什么时候会轮到台湾？我个人认为想多了啊，想多了。说啊，我们寄望美国川普会重视台湾的问题，想太多。不要注意到比较好，这个时候比较危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然像这样。